张敏是我的外甥女儿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可就是太任性了。她在大学里头认识一个男朋友，怀上了孩子，还非要生下来。你说我大姐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她哪能容得了这个呀？所以张敏就来央告我，要我帮助她。可谁想到……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哦，对了，她怀孕几个月了？5个月了。你说我怎么跟我大姐交代呀？她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您知道吗？我去问过，但是她不愿意说。你说我一个当姨的也不好再问呢。好，谢谢。头一点，我刚吃完饭，在丁经理家门口啊，有2个男的骑着个摩托车，我呢就问他们找谁，他们说修空调的。看清楚他们长得什么样了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戴着头盔又戴着墨镜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好，大妈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呀，这造孽呀，这。强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了？张敏没了。他好好的，怎么没了？我刚去把去超市了，一会儿功夫，大人孩子就都没了。今天中午11点到下午2点钟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怎么着？查我呀？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？我这些天就没回去过，一直在城里我那店里头忙。店在什么地方？在东方家具城对面，大明红木交际店。店里有3个伙计，他们可以证明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吧。好，再见，送一下。好。宋队，给。张敏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致死，死前没有性侵犯。另外，李锦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点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干嘛？哎，啊，宋队，是陈队找他啊。哎，有没有个先来后到？什么案子慌慌张张的？啊，是枪击案，我可是头一次遇到，绝对正宗的枪击案。听说是1枪击中了头部，刘局让我立刻把他接过去。宋队，那你这边怎么办？既然是刘局定的，就去吧。王小光，记住，不在于什么案子，关键是要破案，那才叫本事。子弹是从距左耳3厘米、距头顶9厘米的地方射入，右眼穿出，右脑部有大面积损伤。叶玲，来，站起。4米23，你估计凶手距多远开的枪？应该是在10米以外。陈队，给这个脚印做梦。陈队，太紧张了你。放鞭炮。这人昨晚呢，我在酒吧见过。他说今天一早要上一面坡，我跟他说我们登山队明天也在那儿训练。他说他要更早点出发，争取在我们之前登上去。今天早晨你们谁听见过枪声？我听见了，我还以为有人放2踢脚呢。是2声？不是，是1声。就是2声，我在外头比你听得准。那第2声啊是回声。是这种声音吗？不是，这是啊度假村的人在放鞭炮。
那刚才您听到的是1声还是2声？2声。哎呦，那后一声啊是回声。我是前台经理，听说您找我。是你报的案？是。死者你认识吗？好像是冯总，他是皇后夜总会的老总冯立达。我们这儿的营业时间是晚上6点到第2天凌晨2点。冯立达跟什么人有过节吗？有，我只是听说他跟我的前任有多情之仇。前任？你前任叫什么？叫阿东，但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，没见上面。你是说冯立达抢了阿东的情人？啊，不是，是阿东跟冯总的情，啊，是他。嗨，反正我也不太清楚，我今年春天才过来。刚来的呀？对。你以前是运动员。这就是冯总办公室。谢谢。他每周1都去爬山，然后周2的晚上回来。只有9月10号那天，也就是上周，他去见的阿东。你到丁经理家多长时间了？2个半月了，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。那有人找过张敏吗？有个小伙子找过他，后来有一次他俩吵了架。张敏说他要是再来就不给他开门，但那小伙子后来也没再来过。那你知道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吗？他好像姓梁。姓梁。16米。我的计算不可能出错，子弹入口处是4厘米，而出口处的星形爆突口是10厘米左右。子弹尾颤造成的入口和出口的夹角是可以计算出来的，所以肯定是20米。但死人他也有可能说，解剖检验是经验，弹道测试是实验，你说哪个更准？我说咱俩就别争了，把实验数据放进电脑做3维模拟。小光，你帮我取一个 DNA 样本啊！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嘿，就你一个人忙着，大家都是忙着呢。快，宋队急着要。要真着急啊，就送别的地儿，我没空。哎，枪杀是案子，奸杀就不是案子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，血乎乎的。 5个月大的胎儿，5个月，胎儿。宋队，你来的正好。张敏的身份证号码不对，根本输不进去。身份证有问题啊？假的。假身份证。 丁杰不是说他是华中大学毕业的吗？去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张敏这个人。好。右3度。应该是右偏下5度。 对比现场比例图。
全队，你看，一定是在偏了5度以后才有可能重叠。小光量一下。喂，出现场。不是。你先通报刘局，阿东找到了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啊。阿东。火药花纹很明显，是直接抵住脑后部开的枪。回去要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背地的微量元素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枪啊？难怪查不出是什么弹头呢。哎，陈明，刘局，他叫阿东，大名陈良东，原来是皇后夜总会的副经理，去年底被冯里达开除了，据说是因为他和冯里达的情妇。吸毒啊！冯立达在市缉毒大队可是有一号，线人提供他贩毒的线索，一直抓不到他的把柄。他开的夜总会里有人卖摇头丸，你猜谁报的警？是冯立达，就是他，油得厉害。他的那个夜总会有黑社会性质。可是冯里达血检的时候，毒品检验呈阴性啊！聪明的贩毒者从不沾毒。服毒用的锡纸。注射吸毒的人一般不会再烫吸啊。没有钢号，没有型号，没有批号，2发子弹绝对出于同一把枪，但是你好像永远都不知道这把枪的来历。早晚会知道的，每把枪都有它的档案记录，这是国际通用惯例。哎，我跟叶灵查了第1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枪械资料库，就是没有这把枪的任何相关资料。陈队，锡纸上的指纹不是阿东，还有死者的手指间式样经过硝酸根测试，他死前开过枪，很有可能是自杀。华中大学确实有张敏这个人，但不是身份证上的山西长治人，而是河南郑州人。他今年刚毕业，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男朋友叫梁瑞。这个梁瑞本科毕业以后考上了文学院的研究生。他现在人呢？已经来了。张敏是你女朋友吧？原来是，我们是大3开始好上的，后来她想出国，嫌我没钱，临毕业就散了。现在你结婚了？没有，和她分手以后就一直没找女朋友。说实在的，心里还老有她。张敏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怀孕？跟谁？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毕业以后你们没见过面吗？见过，在2个月前，我去人民医院看牙，在门口看到那个人特像张敏。走吧。我跟他们到了吴家村才知道的，张敏是住在他姨家。他见到我先是哭，再三让我帮他找工作。
我也什么路子都没有。后来我托一个老乡，给他找了个出版社当校对，张敏却嫌钱少，说我没本事，我俩大吵了一架。后来再也没去找过他。他现在有什么打算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先在他一家住一段时间，准备考雅思去新西兰。哎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好吧，还是请您先配合我一下，待会儿抽点血。可以基本定为仇杀。陈良东抢了冯立达的情人，冯立达一气之下炒了陈良东，陈良东怀恨在心，找机会杀了冯立达。但迫于警方的压力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。你们同意这个结论吗？也许是这样吧，可关键是那把枪我们都没见过。从哪儿来的呢？ DNA 检测，梁瑞跟胎儿没有关系。那谁会是孩子的父亲呢？张敏没了。他好好的，怎么没了？我跟菊花去超市了，一会儿功夫，大人孩子就都没了。 我觉得吴强有问题。不会吧？吴强和张敏在丁杰的眼皮底下，他们就像丁杰这样的女强人，他能受得了吗？哎，哈，真的来了。接着玩。没玩玩。这是什么？ 我是想自个儿先试试，我觉得那清洁工可能是对的，因为他听见2声枪响。我也这么想。在20米远的地方，可能还有一个狙击手。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，一定有另外一个人和另外一支枪存在。阿东是个近视眼，左眼0.6，右眼0.4，平时不戴眼镜。这种视力在天蒙蒙亮6点钟的时候，别说是20米。 就是10米也不可能准确地击中对方的头。如果是受过训练的，比如是个射击爱好者，你看，他的关节和指肚没有任何受过训练的迹象。我。 还是你说吧。事情都这样，说出来算了。张敏不是丁杰的外甥女儿，也不是山西人，她是来找工作的一个外地大学生。她怀的是谁的孩子？是我的。拿那个合同去。哦。 我媳妇儿能挣钱，不瞒您说，家业有上千万了。我们家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没孩子。哦，给我吧。甲方丁杰支付乙方张敏孕产费、营养费、各种损失费共计人民币50万元整。甲方还需为乙方办理好赴新西兰的留学的全部手续，并承担乙方赴新西兰第1年的入学费。 您说，这么大的家业，总不能没个继承吧？是丁杰见到张敏后，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，借个肚子。我看这孩子模样长得还不错，还有文化，我就跟他谈。张敏犹豫了1个星期，给我回了话。
我就把他接回了家。我跟别人说这是我大姐的孩子，可是我怕有人追问，就给他办了个假身份证。你们家的保姆王菊花呢？怎么一直没见着她？嗨，这一出事儿啊，她也待不住了。昨天非要辞工，我就给她结了钱走了。过会儿跟我们到局里边做个亲子鉴定，另外那份合同我们暂时用一下。儿子都没了，还做什么鉴定啊？王菊花在丁杰家干了2个多月，该摸的底也应该摸清楚了吧？你是说他做内线？我想先发一个协查通报过去。不，我们还是先到家政公司问问，如果他真的与本案有关，肯定早就逃跑了。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出事那天，丁杰在家吗？上午一直在家，中午他带我去城里超市买了很多东西。他们家买东西都是去城里的超市吗？对，反正也不远，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，而且超市的东西多，干净。大概多长时间去一次？1个星期吧，也不一定。这个星期天他就带张敏去了。这个星期天？就是出事的前一天。那你为什么离开他们家？他说家里用不着人了，就多给了我1个月的工资，我就走了。嗨，这一出事儿啊，他也待不住了。昨天非要辞工，我就给他结了钱走了。后来去了什么地方？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能再回家政公司找活干了。你说这些围观的人又没有保护现场的意识，好奇心还那么重。我没当警察的时候，大街上有个打架、出车祸什么的，我也喜欢围着看。那当了警察以后呢？不看都不成。哎，陈队，你往后退一点。就这样。第2颗子弹。出事的第2天就把保姆打发了，还说保姆自己走的。这已经是丁杰第2次说谎了，连续2天去超市买东西，大中午的买的都是食品，每次都超过200块钱。是啊，大中午的把保姆拉出去买东西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有道理，这样一来，家里就剩张敏一个人了。马上回去打报告，监控丁杰。宋队，那个胎儿是吴强的，笔迹也核对过了，合同上是张敏本人签的字。大学生干这种事儿，听着都郁闷。这有什么好郁闷的呀？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小光，哎，
哎，陈队，这发子弹跟第一发子弹虽属同一类型，但绝对不是出自同一把枪，弹头波痕不一样。对，你看，这是2发子弹在显微镜下的对比图片。击中冯立达的和打中阿东的都属于现在的这把枪，而打进树里的子弹肯定是另一把枪。现场的第2个人。模拟弹道算出来了。树上这发子弹的确是从16米处射出。对了，我在冯立达倒下的地方发现过一个小土块。冯立达倒下的时候有个转身动作，形成了夹角，这样偏转过来，射击点正好在20米处。陈队，刘局从部里请来枪械专家，在办公室等着，让你马上过去。你说这刘局的阳光什么时候也照照咱们呀？什么意思啊？跟着我委屈了？哎，我可没那意思啊！我意思是说，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办案不是靠人多，而是靠这个。你们这案子可不少啊。刘局。哦。陈兵，王晓光，这位是周凌英博士，部里的手枪专家。你好。早就听说过你，你离开英国时我正好刚到。哎，你好。怎么样？咱们看看枪吧。好。给。终于又出现了。听周博士的意思，知道这支枪的来历啊？丁杰除了跟自己的办公室老公吴强，还有跟家里面通电话以外，最近接听最多的就是13693039186这手机号。你再看这通话时间，昨天下午咱们正好在他家。昨天下午我注意到了，当时他没有接，而且脸色非常难看。机主是张敏，可是张敏死了以后，这个电话还是打进打出10多次。丁杰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！哎，这不是张敏遭性侵犯的 DNA 报告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王小光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哦，哎呦，这来我，李景兰昨天让我交给你，怎么扔这儿了？你看你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马上交给我。不是，我不是忙那边枪击案那边。哎，看来我是遇到玩家了。性侵案不如枪击案好玩，对不对？哎，宋队，你还真别说，咱们国家是禁枪国，像这么有水准的枪击案，我是头一回见。是吗？汪师傅，报告政府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你拿的什么呀？给重孙子做的玩意儿，不是真的。汪师傅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警察？他们我不认得。你那百万雄狮，公安局收了2把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当初你一共做了几把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低头认罪，枪都交了，都没了。这是金属风暴，听说过吗 ？VLE 是种新型枪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曾经现场观摩过它的射击试验。单管、双管齐发，每分钟4.5万发子弹；三管齐发，每分钟6万发子弹；高能双管齐后，每分钟50万发子弹。跟你说了，这个能给我吗？百万雄狮，你一共做了几把？4把，3号跟4号被政府没收了，那1号、2号我舍不得交，埋在我家老宅子地下。我关了30多年，没想到我老家拆迁，
我出来以后，这1号、2号都找不着了。你做的子弹有多少没交？全跟枪埋在一块儿了，有50发子弹。你等会儿啊，陈队，已经抓着那个坐台小姐了。哎，你们先问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周老师，这汪师傅能把这玩具手枪做得跟真枪一样？他是迷上做枪，做吃了。62年全国技工比武，他是前功状元。文革搞武斗，他被造反派请去做枪，文革后被判了无期。现在快80岁了，身体不好，就被保卫就医了。这私造的枪，什么型号都对不上，要不咱这满世界查都查不着呢。哎，不像在国外，这你知道，私造枪都是有档案的，都记载的特别详细。这2把百万雄狮也算是绝版了吧？会不会是被哪个手枪爱好者收藏的呀？你们那支我看了，保养的很专业。我想这个人不是军人、警察，就是射击运动员。有前科。李青，强奸罪，服刑7年，家住沙河镇头条23号。另一份 DNA 没有案底。这个李青2个月前才放出来，袭击张敏2个人当中的一个。你们再听听这个，刚跟踪到的。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确实走不开呀。这就不够朋友了，咱也把话说白了吧。今天你不把钱给送来，咱就该哪儿说哪儿说去。别，那我给你送去吧。好，马上请示刘局，先把李青抓捕归案。走，去丁阶家。陈队，这个女人是阿东情人，叫蒋小梅，在歌厅工作。昨天晚上因为在歌厅吸毒被拘捕。我们在阿东家发现的锡纸上面的指纹就是她的，而且他还供出9月2号晚上他和阿东在家里，而冯立达去找过阿东。阿东，想好了吗？就这么多了？那就60万，用什么方式你自己选。可咱们看到的是阿东要杀冯立达呀，对不上。接着说。后来阿东说，下还有出100万的，现在是想拖都拖不开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有个人跟冯立达比着黑，要抢冯立达的地盘，2人都是黑道撑着，他给卷进去了。我劝他我俩一走了之，他非要把钱挣了再走，结果连小命都。这个出100万的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他和阿东在哪儿见的面？皇后夜总会。这个王浩可当过射击运动员，97年才退的役。可是没有他在现场的证据啊。哎，陈队，要真是他手里可还有把枪呢。喂，好，明白。你们继续盯着，看他们俩是不是在等什么人。好，第一小组已经发现李青向沙河镇的城门方向去了。我们已经到了城门，我们已经到了城门。
警察！都是丁杰让我干的，你们别问我，问我也没用。在2进宫之前，如果有立功表现，还可以减刑，也能把我死罪免了。是丁杰让你杀害张敏的？知道他还问什么？押下去。喂，好，跟着他，我马上带人过来。王浩离开了夜总会。你是怎么说服阿东反水的？用10克海洛因，再说我出的价要比冯里达高1倍。你曾经是个射击运动员，为什么还要雇人下手？我还以为会万无一失呢。想的的确周到，用了2把没有任何备案的土造手枪，让我们查不着枪的来历。我告诉你，那2把枪的准确度绝对不亚于任何一种美国警用手枪。只可惜，他没打中，我只好补了1枪。要不然，冯里达转过来就会把我给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打中吗？阿东是个近视眼。他怎么从来没戴过眼镜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那把百万雄狮吗？这把才是阿东的，是百万雄狮2号。王浩那把是1号，被他调换过来。王浩这小子收藏了这么多枪，波克枪、王八盒子、54布朗宁。56杠1冲锋枪。王浩以为他有了这些枪，就可以和冯里达抢地盘，可是他没有想明白，就算他能成，冯里达的人也不会放过他。百万雄狮2号，枪膛线跟书里的子弹完全吻合。自从张敏怀上了，那吴强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没事就往张敏的房间里跑。那张敏也不提出国的事儿了，看样子是想傍上吴强。可我怎么办呢？我想了又想，我是真爱吴强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可这主意是我出的，张敏是我找的，我不能折了钱还把丈夫也赔进去吧。于是你就找了李青和齐杰。是，
我是想让张敏离开，让吴强回来，我只能如此了。不过我可没让他们杀人呢，我答应给他们10万块钱，只是让他们把孩子弄掉。可他们还是把张敏杀了。我去责问他们，可李青说，不杀张敏他们只能得10万，杀了张敏，我和他们就是朋友了，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花。我一听就晕了，我不成了他们的提款机了吗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